你知道钢铁侠在这几十年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吗？从那个连5毛钱特效都没有的1978年，到如今科技发达的21世纪，钢铁侠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。他能做到如此优秀，那肯定少不了套装和特效的功劳。为带大家了解一番，我最近整理了大量电影素材，把它们由时间顺序一一列出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进入主题。 Jarvis, drop my needle. 时间回到1978年，这是钢铁侠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中。可以很明显看到，这套盔甲几乎就是利用铁桶改造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像极了铁甲小宝中的卡布的。不过扛子弹能力还是值得一说，但这个拆房子，好吧。 我现在才真正看到纸糊的墙长什么样子。在拍完这部剧后的30年里，没有任何导演敢碰钢铁侠系列电影，直到小罗伯特·唐尼的出现，他完美的把钢铁侠展现在观众面前，同时也证明了即使没有任何超能力，依旧可以成为超级英雄。时间来到2008年，当时托尼被囚禁在山洞中，创造了马克1。我们都记得当时银森有多么伟大，为了争取时间，最终不得已牺牲自己，从而来让盔甲达到全部功率。 马克1做到了完全防弹，看起来像一辆配备了几枚导弹和火焰喷射器的行走坦克。My turn. 这不仅仅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套装场景，更是激励他成为钢铁侠、改变人生的时刻。同时，这次逃脱还展现了托尼的智商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创造力。在回到家后，他又建造了马克2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款盔甲配备了更好的技术，就比如光滑的外表和人工智能贾维斯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穿上这件盔甲要比1代容易得多。另外，加上这美妙的音乐和机械感，此时此刻我能感受到托尼又回来了。在这之后，他开发了第3套钢铁侠战甲，并装备了不同的武器，还以红色和金色为特点。 Throw a little hot rod red in there. Yes, that should help you keep low profile. 当托尼发现十环已经控制了古尔米拉时，他充满了愤怒、仇恨和复仇的欲望。这就是为什么斯塔克决定测试他的盔甲。马克3的场景充满了细节，完美的展示了托尼是如何装配所有的盔甲零件。不得不说，一切都非常逼真，比如装螺丝的声音，还有金属板的咔嗒声。 另外，你还记得斯塔克脱下盔甲时的有趣时刻吗？显然，这一过程还需要改进。 Let's face it, this is not the worst thing you've caught me doing. 你注意到了这么多代钢铁侠套装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？时间回到2010年，马克4首次在大荧幕中亮相，可以看到这套盔甲更容易脱下来，但如果没有机械手臂，托尼仍然无法做到单独拆卸。接下来就到了粉丝最喜欢的套装之一，没错，就是马克5。该盔甲配备了便携式系统，可以折叠成一个手提箱。多亏了这个功能，使得托尼能在几秒内展开，不仅救了自己的命，还阻止了一凡万科。当斯塔克设法改进反应堆时，他创造了名为马克6的新型盔甲。可以发现，胸前的经典原型变成了三角形。另外，它还有一些惊人的特性，比如可以防水和耐更高的电压。不过，托尼还是需要靠机器人来脱下盔甲，但由于各种各样的改进，他甚至可以在移动时做到这一点。接着来到纽约大战，当洛基把托尼从大厦扔出去时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马克7，这是首套具有远程能力的战甲，通过特制的手环连接，然后覆盖整个身体。就在托尼撞向地面之前，结果。 纽约大战后，他发明了马克42浪子。听名字也知道，这套盔甲不一般。虽然可以通过芯片远程控制，也能分离成小装甲飞向托尼，可第一次尝试并没有那么成功。可以看到，还没等部件组装起来，就已经学会了经典拆家，而且飞过来也把握不住力度。这一击差点带走了托尼。不得不说，确实符合浪子这个昵称。 I'm the best. 不过这套盔甲也并不是那么无用，就比如救小拉加的场景中，马克42发挥了巨大作用。当托尼确保小拉加安全后，他将盔甲召唤回来，并穿上它来对付敌人。除此之外，浪子还帮助托尼逃离了基里安的住宅。随后部件一个接一个的飞往身上，尽管没有同时到达，但迟到总比不到好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漫威粉，那肯定不会忘记钢铁侠3中的最后一战。当时托尼召唤了钢铁军团，在这个场景中，他穿了很多套，比如马克33银色百夫长和马克16绰号夜店，还有马克40猎枪，最后就是马克15鬼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为许多强者做了反战甲。钢铁侠套装大盘点，今天他来了。马克44反浩克战甲，这是在复联2中使用的套装，套装被保存在维罗妮卡卫星上。当钢铁侠下达命令后，马克44会被送往指定地点。我敢相信，这个场景对每位粉丝来说都非常难忘。剧情来到美队3内战，当看到托尼的手表变成钢铁侠手套时，大家是不是特别惊讶？没错，该手套正是马克46的一部分。斯塔克将装甲储存在他的直升机上，只需简单的按下按钮就可以展开。这无疑是最酷最快的装扮场景之一。接着就是马克47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托尼用它把渡轮的2部分推到一起，并拯救了所有乘客，最后还轻松脱下盔甲与彼得交谈。You even cared you'd actually be here. 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复联3。 I'm sorry, Earth is closed
today. 这是托尼第一次展现马克50，他使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纳米技术来制造盔甲，所有的纳米颗粒都储存在一个新的反应堆中，从而能够在几秒钟内将托尼的身体覆盖。此外，他还可以使用纳米粒子来形成盾牌或各种武器。Where'd that come from? It's nanotech. You like it? 接着来到复联4，这是托尼的最后一件盔甲，马克85，也是他工程技术的顶峰。当托尼从斯塔克大厦跳下去时，完美复刻了第一部。另外，在绿巨人使用纳米手套之前，可以看到马克85甚至还能创造出能量盾。尽管有如此多的功能，但当托尼打完响指后，盔甲还是没有能够保护好他。说了那么多，你最喜欢哪一套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如果有想看的系列，可以告诉我，咱们下期见。